不是所有的国家拥核呀，逻辑都一样。有些国家谈拥核是弱者的自保，是被围堵、被威胁、被压到墙角之后喊出来的那句"你别逼我"。但日本不一样，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二战的发起国之一，在亚洲拥有明确、系统、规模化侵略历史的国家，至今对加害责任含糊其辞，避重就轻。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日本哪来的资格说一句"我是为了自保"？孟子早就把这话说透，以利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问题是日本今天是被谁逼到生存边缘了吗？是国土被占了，还是主权被剥夺了？是被封锁到活不下去了吗？都没有。那他谈拥核就只剩下一种解释，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突破限制。更关键的是，现在早就不是二战的时代了，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克制、信任、容忍全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你被封锁在战后秩序里。一旦日本试图挣脱这把枷锁，世界不会给他第二次机会，因为历史告诉所有人，第一次是你说你是为了国家荣誉，第二次你再说为了安全，已经没有人会信。所以说句不客气的实话，今天的日本如果还妄图在历史没算清的情况下拥核，不是自保，纯属找死。日本今天敢公然触碰拥核这条红线，别说旁人有多愤慨，今天来听听日本自家学者的呐喊，一层层揭开日本政府的和平伪装。中国老祖宗早就告诉过我们，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日本现在正在做的，恰恰是丢掉历史这面镜子，走向自我毁灭的迷途。史进本应照千秋，偏将尘埃复旧愁。不问来时血与火，先磨新刃试封侯。何饮未生人先狂，樱花未落古先休。若问自保凭何物，忘始之国最先修。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钊。在正式开摆之前，先给新来的家人们快速同步一个核心背景。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后动作频频，全是在突破二战以后形成的安保政策底线。最劲爆的是有消息爆出，首相官邸负责安全保障政策的高官，居然直接对记者团说，日本应该拥有核武器。这话一出来，日本国内都炸了锅，批评声一片。先是高市早苗，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你一高官现在在说这种话，你们是真的想上热搜呀？而今天咱们的这核心人物研究日本各地和平纪念馆战争时展示的学者山边昌彦直接站出来怒批，日本政府这是在玩火，修改无核三原则，疯狂增加防卫费，这些举动全是危险信号。更可怕的是，日本的和平纪念馆正在悄悄变脸，把自己侵略他国的历史悄悄删掉，只敢说自己是受害者。听到这儿，可能有家人会疑惑，为什么值得我们如此重视？因为山边昌彦研究的是日本和平教育的根儿。和平纪念馆如果连记录历史真相的地方都开始篡改历史，那这个国家的下一代还能知道战争的残酷、侵略的罪恶？这就像中国有句老话说，元清则流清，元浊则流浊。历史认知就是和平的源头，源头被污染了，和平的水流自然会变质。咱们先把最核心的问题抛出来，日本政府为什么敢在拥核跟扩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背后是历史认知的全面扭曲，更是对和平底线的公然践踏。咱们先从山边昌彦学者重点提到的和平纪念馆转向说起，因为这是所有危险举动的病根儿。山边昌彦说，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曾经还会仔细展示日本对外侵略的加害内容，但这些展示遭到了右翼势力的攻击，在1990年前后就全停了，转而只展示大阪等地被空袭的受害情况。他直言，日本原本只是发动对外战争的一方，如果掀开这一事实只单独强调日本因此所遭受的损害，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这句话戳穿了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的核心套路，把自己从侵略者包装成了受害者，把侵略战争的历史一笔勾销。论语所言，过而不改，是谓过也。
意思是犯了错误却不改正，这才是真正的天大错误。日本在二战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比如南京大屠杀、平顶山惨案、强征慰安妇等，都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日本的过，而日本现在做的不是改过自新，而是讳疾忌医，甚至篡改病例，把自己的过说成是别人的错，把自己的侵略说成是自卫。这种行为比犯错本身更可怕。西巴个亚鲁！咱们再举个中国历史上的例子，大家就清楚。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曾经因为穷兵黔武、暴虐无道而灭亡。汉朝建立以后并没有掩盖秦朝的错误，反而专门组织学者研究秦朝灭亡的原因，提出休养生息的政策，这才开创了文景之治。资治通鉴所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汉朝之所以能兴盛，正是因为正视了历史，而日本现在刻意回避侵略历史，就是在重蹈暴虐亡国的覆辙。山边昌业学者之所以焦虑，就是因为他看清了这一点。和平纪念馆是日本传递和平理念的重要载体，一旦这里的历史被篡改，整个国家的和平根基就会动摇，下一代就会忘记战争的残酷，甚至会认同侵略有理、战争无害的错误观念。这就为日本的拥核跟扩军埋下了最危险的种子。可能有家人会说，日本政府的官员只是随口说说，真的会推进拥核吗？大家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因为拥核言论不是孤立的，而是日本政府一系列强军扩武举动的冰山一角。接下来咱们拆解第三个核心的问题：日本政府疯狂增加防卫费，到底是为了和平还是为了战争？山边昌业的观点非常明确，我认为不应该加速高防卫开支。我并不认为增加防卫费是为了和平，更像是为了让日本能够进行战争而强化防卫力量。这意味着要改变日本本应持有的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这样做可能会把日本一步步引向战争。这句话直接点破了日本政府的真实图谋。增加防卫费不是为了自卫，而是为了备战。咱们用数据说话，大家就知道日本的扩军有多疯狂。根据搜索到的信息，日本的防卫费已经连续13年增加，近5年激增了大约有60%。2022年底，日本通过新安保3文件，提出2027财年实现防卫开支占 GDP 2% 的目标。而高市早苗上台以后，直接把这个目标提到2025年财年，并且已经通过补充预案实现。2025财年，日本的防卫开支总额达到约11万亿日元，折合人民币5000亿，创下了历史的新高。更可怕的是，日本政府还计划在2026财年编列9万亿日元的防卫费，继续刷新纪录。大家可能对11万亿日元没什么概念，咱们做个对比日本的民生领域支出正在被挤压，政府甚至在讨论缩减医疗预算，用减寿的代价来扩军。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在民众抗议集会上怒斥：“我们要的是生活，不是军备。”有日本民众直接说在国民因物价高涨而如此痛苦的情况下，却在推进扩充军备的讨论。如果日本在国际社会中逐渐走向孤立，最终招致战争，最终受伤害的只会是我们这些普通市民。上书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而日本政府现在的做法恰恰是本末倒置，不顾民生的生活疾苦，把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军备扩张上，甚至要通过增税来充军费。日本政府正研究从2027年1月起推出防卫特别所得税，将个人所得税上调1%。这种重军备轻民生的做法，违背了民为邦本的基本规律，最终必然会导致邦本动摇，引发国内的动荡。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的军工企业正在从扩军中赚得盆满钵满。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显示，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5家日本企业进入全球军工企业100强榜单。2024年度的军工领域销售额增幅在25%到87%之间。川崎重工社长曾经透露，预计2030年度军工业务销售额将达到或超过7000亿日元。日本前外相冈田克也警告，当前日本防卫预算持续增加，形成军工复合体的风险正在上升。大家要知道，军工复合体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推动战争的利益集团。
他们会不断游说政府增加军费，挑起冲突，因为战争能给他们带来巨额的利润。这就是山边昌彦所说的，把日本一步步引向战争的核心逻辑。利益驱动下的战争风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可怕。《左传》有言：“止戈为武。”真正的强大不是靠武力征服别人，而是靠制止战争，守护和平。日本政府现在做法是把武理解成了武力的扩张，这是对武的误解。而真正的我是以武止戈，是用强大的和平信念跟正义力量制止战争，守护和平。山边昌彦学者说，日本政府的做法是危险的，日本政府应该停止这种倾向。这句话不仅是对日本政府的警告，也是对全世界的提醒。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应当的，而它需要每个人去守护，需要每个国家去珍惜。如果日本政府继续在拥核跟扩军的路上越走越远，继续篡改历史，忽视民生，最终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会被民众抛弃。不是别人逼他走向危险，而是他自己在亲手拆掉最后一道保护自己的安全阀。这不是情绪判断，这是历史经验。你不面对历史，历史就一定会面对你。